深夜军港，探照灯无声扫过甲板，京机场街，警灯闪烁如寒星。6月27号，一纸罢免决议冷不防炸响。中共海军参谋长、中将李汉军中共人大代表资格被瞬间剥离，官媒只留下一行冰冷字句。就在他升任中将不到1年后，履历戛然而止。讯号立刻串联，苗华已被拉下马，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神秘失踪，而今李汉军再折翼，3级重拳全部砸向号称习家军的海陆中间。一场覆盖军委的黑箱风暴正在加速，谁还在名单上，谁将成为下一个空白页。更致命的是，中共政治局会议至今跳票，四中全会迟迟不开，北京决策中枢似乎陷入静默模式，外界只能透过接连落马的军中要诀去拼凑习近平权力核心的裂缝。此刻的中南海像极了一部拔掉保险的雷管，倒数声不断逼近，却没人看得见剩下几秒。而当北戴河提前布下钢铁封锁线，传闻中的最严军中大清洗是否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？兵变风声，逼宫暗语，民怨临界，多股暗潮正推高同一个问题：谁还能撑住这艘在夜间颠簸的中国号？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珍。2025年6月27号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落幕后，罕见地公布了一项引发关注的决议：海军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李汉军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。这个举动尽管措辞简单，却意味重大。作为现任中共海军参谋长、海军中将的李汉军身居要职，却突然被去职，显然非同寻常。中共官方对李汉军的具体处理原因依然没有公开说明，但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，这样的静默通常意味着更大的问题。更早之前，早有蛛丝马迹表明，李汉军可能早已出事。时间回到2025年2月与3月，旅澳反共自媒体人蒋网正2度在其节目中明确指出，李汉军与南部战区中将胡忠强一同被带走调查。此外，另一名海外反共博主大包王朝也在3月发文称，这场整肃与苗华、董军等军中高层案情有关。虽然当时这些消息未获官方证实，但在中共政治生态中，海外消息往往先于官宣，而当日后的官方通报逐步印证这些说法时，也再次证实了中共体制运作的黑箱特性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李汉军是浙江舟山人，早年毕业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，曾任该院副院长、海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部长、海军92403部队司令员。其军旅生涯稳步上升，在2014年底晋升为海军少将时，正值苗华履新海军政委之际。苗华当年首次主持的将官进衔仪式中，李汉军榜上有名，可见其受重视程度。2017年，苗华升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前夕，李汉军被调任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军队体制改革与编制调整工作。这是个非常关键的岗位，被视为军改核心机构之一。2018年，他再升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副部长，还曾担任海军指挥学院院长。2024年7月，据路媒报道，他正式升任海军参谋长、中将军衔，成为海军高层的中坚力量。然而，他却在不到1年后突然失势，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，基本坐实其遭调查。这也让外界更加关注这波军中大清洗究竟还有多深，将持续多久。事实上，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，中共军方高层频频地震，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到军委委员苗华，再到如今的李汉军，几乎每一位落马者背后都与习近平军中布局有关。尤其是苗华，这位出身福建31集团军的高官，与习近平有着长期的工作交集。早在福建任职期间，习近平就与当时的苗华有密切来往。自2012年习上台后，苗华的仕途一路飙升，从兰州军区政委调任海军政委，再升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，
最终进入军委委员行列。2015年由习近平亲自授予上将军衔，2017年起任中央军委委员会委员。然而去年11月，苗华被官宣停职检查，引发外界震动。今年4月，苗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人大代表，显示其问题升级。5月底，他的官方简历也在中共国防部官网上彻底消失。随后在6月27号正式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职务。更诡异的是，与苗华同为福建帮成员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，自2025年3月11号以来就未曾在公开场合出现。他曾任东部战区司令，2022年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同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，位高权重。前中共媒体人赵兰健4月24号曾公开爆料称，一份军中内部通报指出，苗华与何卫东涉团伙政治案，全军通报2页纸，其中苗华占1页半，措辞极为严厉。据其形容，这份内部文件语气前所未有，宣示军中将进入一轮最严厉的大清洗。原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许其亮今年6月初去世后，何卫东的名字也未出现在官方悼念名单中。外界普遍认为，这基本坐实了何卫东出事的传闻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26号发消息称，中共国防部官网全新改版，之前的高层动态被要闻所取代，军委委员、军委副主席、军委主席的页面完全消失。要闻前5页几乎都是习近平的消息，张又侠、何引力北京植树的消息出现在第4页。新版要闻中，苗华和何卫东的名字全部被抹去。小编27号查询发现，中共国防部官网首页未见要闻，最上面是网站简介，然后是网站地图，其中只见中共中央军委各部门，未见军委主席、军委副主席、军委委员页面。不知是不是因为该页面原本气人，如今已有李尚福、苗华、何卫东3人出事，折损近半，实在是太过难看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认为，何卫东的失踪或与党内敏感时期的政治角力有关系。报道说，今年8月，中共20届4中全会即将召开，这是一次可能重新校准中共高层政治方向的重要会议，通常在幕后进行权力博弈。而在这种敏感时期，肃清尤其频繁，既可作为未雨绸缪的先发制人，也可被视为震慑与立规。外界虽难以确知何卫东被处理的确切理由，但他被拿下已足以说明，即便是习近平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也可能在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。习近平看似权势熏天，实则不断削弱的核心圈层，恰恰暴露出其统治的脆弱。知名自媒体人文昭指出，何卫东作为在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，他消失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。如果要对他做出党纪处分，他作为一个在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，是需要中央政治局做出一个集体决定的。这事如果拖过了6月份都没有下文，就相当不可思议了。文昭表示，从5月份开始，中国就进入了传闻满天飞的状况。习近平虽然不断现身辟谣，显示自己大权仍然在握，可是又不断地传出新的疑点，特别是重要的疑点又不加以解决，就使得传闻不但不能平息，反而越传越热闹。文昭认为，何卫东是习近平长军的一个关键亲信，对他做出怎样的处理，又怎样宣布他的罪状，是习近平控制力的直接体现。他猜测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跳票，很可能与何卫东有关，围绕着怎么处理他争议不下，难以做出决定。这个疑点会不会迅速被解开，就要看6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不会揭晓。不过6月已接近结束，至本节目截稿依然未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，这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尚属首次，凸显其统治核心的动荡与分裂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